在我们自己领域上空飞行给台军造成了什么压力了？两起事故，台海试图将责任推向大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17日，台军一架 F-16战机在花莲外海失联，花莲基地第26作战队飞行员蒋正志下落不明。经过一番搜索后，失联战机的踪迹终于发现了，其坠海深度大概在1000米左右。就在失踪 F-16战机刚找到不久，与蒋正志同队的一名机工长自杀了。单位官兵发现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仍未能挽回其性命。台军里的士官长一般担任的是复杂武器装备的操作员、地勤维修人员以及副排长等职务，而维修机工长一般也都是由士官长担任，主要负责战机以及其他装备使用前后的维护和使用。与此同时，机工长也是最后目送飞行员滑出跑道的。针对这两起事件的发生，如果说不可疑是不可能的。台媒对外指出，自杀的机工长与失联飞行员蒋正志的关系非常好，加上初步检测，该机工长死亡原因是心绪不稳导致的，所以很可能机工长是受到了蒋正志事件的冲击，情绪失控而自杀。目前，关于该机工长的自杀原因还在进一步了解中。台海空军花莲基地第26作战队连续发生事故，导致该基地气氛陷入低迷。据了解，台军方面已经派出心理辅导员对所有台空军进行心理辅导。无论蒋正志事件或者机工长自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或者就是已经存在的问题，而装备落后陈旧更是一直存在的缺陷。如今，他们认定大陆在台军战机失联、飞行员失踪的背景下，继续派出军机在台海上空抱怨大陆不讲武德，无非也就是在为坠机和自杀事件找个借口罢了。此外，也希望借此将大陆推上舆论制高点。不得不说，这颠倒黑白的能力，大陆比不过台海，但想要将责任强加在别人身上，想都别想。075还没有服役，为什么就这么着急的想让该舰上场？美军的举动迫使我国必须加速部署。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关于075两栖攻击舰的消息近期再次在网络上传开。先是有消息指出，075型两栖攻击舰会在海南三亚进行一场合练，又有传言说3号舰开始安装舰桥，如今更传出新一批造舰计划中075追加了5艘订单，并且计划将在5年内服役。如果该消息属实，也就意味着届时我国海军两栖攻击舰会装备多达8艘。中国让075两栖攻击舰从幕后走到台前，仅仅耗时1年左右首舰下水，第二舰在2019年9月到今年4月22日下水，耗时7个多月。据悉，第三舰耗时很可能只需要6个月。我国海军正努力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变强，这不是为了对抗，反而是为了追求和平安稳。上述说过，前不久075参与南部海域进行的军事演习中，该演习中075首舰参演程度异常高，多艘舰载机被直接部署到该舰甲板上进行相关训练。或许很多人会疑惑，075还没有服役，为什么这么着急的想让该舰上场？075作为我国未来岛礁作战中的主力，之所以早早进行军事演习，适应我国周边的环境，就是希望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里形成战斗力。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国不断的挑衅加剧了风险，疫情的到来更是让两国之间的关系回不到过去，甚至跌入谷底。近期美军频繁在南海搞事情，不断挑衅，甚至派出多架军机抵达台海，侦察机以及加油机共7架，其行为举动无异于在释放危险信号，很可能有大戏要上演。尽管美国方面给出了合理的理由，可在当前这个敏感时刻，很显然不只是这样。中国人不会趁火打劫，但会顺势而为。在多次警告都石沉大海后，我国也必定会做好一切准备。至于为什么不会趁火打劫，当然是美军还不值得让我军这么做。075加速建造，一艘能够携带至少30架各型直升机，飞行甲板也能同时起降6架直20，一次完整起降可以向100公里以外运送近60名陆战队员。075可搭载3艘726A 型气垫登陆艇，其最大载重能力超过50吨，能够运送一辆96A 主战坦克以及20名陆战队员。726A 型气垫登陆艇续航能力450公里，向100公里外运送人员，能支撑2趟往返。3艘762A 就可以运送480人，算上直升机，一艘075可以向100公里外运送1080人，且不会超过2小时。此外，726A 型气垫登陆艇还可以运送重型武器。
南部海域很可能将会在数年内真正成为我国后花园，而美军在该海域的频繁举动，零75加速建造非常有必要，可打造亚洲最强两栖力量。到那时，大批海上力量欲将集结南部海域，如此一来，便可堵死美国在该海域挑衅之路。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中美紧张关系是缓和还是升温？或许这是件好事。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当前，美国显然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具威胁的对手，这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军事方面更是如此。突发的疫情成为美国针对我国的利器。近日，美军就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一名前 F-22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升空，与歼20进行了一场空中对决。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对抗并不是真枪实弹的，飞行员在驾驶舱中佩戴了增强现实头盔，与虚拟的歼20进行狗斗训练。这项实验是由 Red Six 公司以及 iPaySign 公司共同研发的 AR 虚拟头盔技术，能够使他们在增强现实训练中跟虚拟的对手作战。与目前让假想敌飞机和战斗机飞行员进行实际性的空中训练对比，这种虚拟概念则可以大大降低空战训练的成本。简单点来说，对战是发生在虚拟世界里的。根据消息指出，美军飞行员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一看比分0-5而落败。不过，仅凭这一数据，并不能代表实战中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毕竟，美军飞行员的对手是 AI 人工智能。就现象来看，美国此次使用的 AI 技术，除了有自我学习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不断演习的过程当中 ，AI 很可能学会更多的对战技巧。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人工智能会不会发展到不受人控制，转而攻击人类呢？这样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是现阶段 AI 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实力。如今，美军飞行员使用 AR 头盔，其目的更多的是熟悉驾驶操作以及模拟对战，只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方式。不过，这也从侧面突出一个事实：此番较量足以证明中国实力，让美国感到担忧。特别是自歼20问世以来，美国就多次拿本国战机与歼20比较，如今又拿歼20当对战演练，可见美军对歼20战斗机一直非常忌惮。可美国人也应当知道，中国一向都是提倡和平相处的。如果美国能够提倡与中国合作，而不是选择与中国对抗的话，这或许对于中美来说都是件好事。伴随着中美关系越发紧张，此次又将歼20当成对手，这意味着未来中美之间的对抗很可能持续升温。当然，也有人分析，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新任美国领导者会在公共卫生、气候等方面尝试与中国合作，而此次空中对决一事或许就是一个好的契机。两国同样是世界大国，合作必定比对抗更有利，这也都只是猜测。至于此次是两国之间关系缓和的前奏，还是对抗的开始，这都要看美国的意思。目前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对美国抱有幻想，毕竟这段时间以来，美国举动越发危险，仿佛失去了理智。唯有自立，国家才能强大。日本特意发声，事关中国，这次是否在释放糖衣炮弹？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日本媒体在有关杂志网站上称赞了中国，声称中国制造业顶尖地位不可撼动。这不仅引起许多人的怀疑，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想必还没好到这个地步，该国这一举动难不成又是一颗糖衣炮弹？文章中指出，中国制造业极具韧性，就像它持续增长以及全球竞争力所证明的那样。在此期间，虽说某些制造业从中国搬到了邻国，但可以看到供应链的变化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业不断进步有任何的负面影响。日媒甚至拿本国做对比，例如中国的经营模式与邻国大不相同，其制造业产值甚至超过了亚洲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而身为该地区第2大制造业的日本，制造业产出的仅仅只有中国的1/4。此外，他们还举了几个例子。越南虽说引人注目，但它的工业基础也仅为中国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集中在相对少量的产品上。而印度一直都在推进自己的印度制造，想以此替代中国制造，结果却被数据打脸。印度制造产出的只有中国的1/10。这些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引来了不少国家的嫉妒和眼红。为了不被中国制造所压下去，多国纷纷拉拢外企，最后却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中国制造业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日媒的文章中显示，他们还发现了中国制造业正在干一件大事，大力推动国产，以调整内外销售化。
数据显示，在过去1年半时间里，有1500多家中小型制造业，光是在拼多多上就定制了超过4000款国产，未来还将扩大至5000家，目标是拉回10000亿国产消费。疫情的爆发让我国意识到，这是推进国产最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广东、山东、福建以及浙江这一带数万家制造企业已经完成了推动外销转内销。在其他国家眼里，疫情是灾难，可在中国眼里也有部分好的方面。要知道，这些企业之前都是为外企巨头做代工的，自己的国产却没人理会。现在中国制造上演订单回潮，让日本媒体看清了一个现实：想要取代或者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几乎是越来越困难的事情了。从里到外被日媒剖析了一遍，此次异常冷静的发生，虽说令人细思极恐，警醒我们应该小心，但另一方面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在西方国家的多次怂恿下，不仅没有从中国撤走日本企业，反而加大在中国投入的关键原因。